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日前批评该国政府决定让台当局以台湾名义开设驻立陶宛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一事，持续在立陶宛国内发酵，也进一步撕开了立陶宛政坛裂痕。总理西莫尼特周三称对总统的言论感到失望，执政党多名政治人物也对瑙塞达进行攻击。正当立陶宛政客还在就此事争吵不停之际，立陶宛外交部周三又被爆出向欧盟施压，鼓动其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瑙塞达周二曾在采访中称，立陶宛外交部并未就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在该国设立代表处一事与其进行充分协调，并表示代表处的名称现在成了影响立陶宛与中国关系的关键因素，而立陶宛必须处理这个后果。瑙塞达的言论在立陶宛国内一时激起千层浪，继前总统阿达姆库斯和最大反对党农民与绿色联盟党主席卡尔鲍斯基斯公开批评县政府的决定后，第二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领袖布林凯维丘杰也发声驳斥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表示，若他的政党执政，他会决定让台当局以台北而非台湾的名义开设代表处，避免立陶宛陷入与中国的经济战。布林凯维丘杰还警告，中国与立陶宛持续恶化的关系可能会在2022年严重影响立陶宛的经济。反对派也对政府的一些决策进行了攻击。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影响就更严重了。立陶宛它虽然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但是大量的跨国公司和立陶宛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而这些跨国公司的业务其实不光是和立陶宛打交道，也和中国打交道。所以中国一采取这种政策之后，它的连带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损失，我觉得是会大大超乎立陶宛的预期，影响会非常的深远。当地民调机构近日的民调显示，瑙塞达是立陶宛目前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而第二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则是布林凯维丘杰。与此相对的，与瑙塞达唱反调的立陶宛县政府，在操弄反华议题、禁运白俄钾肥、炒作边境移民争端等种种昏招影响下，支持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17.3%。德国之声周三的报道指出，瑙塞达此番认错，反映出立陶宛操弄反华议题不得民心，但也显露出该国内部的政治分裂。就在瑙塞达表态当天，立陶宛国会议长齐米利特尼尔森立刻跳出来表示不同意总统的观点，坚称以台湾之名开设代表处没有错。他还质疑瑙塞达为何之前不发声，而是等到立陶宛遭受经济、政治压力后才出此言。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他对总统的发言感到有些失望。立陶宛主要执政党阻击党则猛烈攻击瑙塞达，称自己在台湾代表处一事上没有获得充分协调的说法。该党议员米库莱涅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几个月前瑙塞达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立陶宛的立场不会改变，并感谢美国的支持。而瑙塞达周四发布的一条推文也耐人寻味，他表示，我一直支持促进经济联系，以及在立陶宛和台北设立非外交贸易办事处。瑙塞达还宣称，立陶宛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民主国家，尊重国际承诺，并有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关系。有观察人士指出，瑙塞达态度微妙转变，与台当局周三宣布要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基金投资立陶宛，并承诺向立陶宛开放市场有关。对此，立陶宛主流媒体15分钟新闻网引述政治评论员的话称，总统对外交部的部分批评是有道理的，但瑙塞达的立场的摇摆令人质疑。立陶宛国内分歧的意见更是让外国伙伴对其可信度产生怀疑。评论直言，立陶宛的外交政策正在变成一场闹剧。立陶宛在错误的对华道路上越走越远，离不开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时，仍继续操弄立陶宛问题。在联合记者会上，布林肯先是提到所谓德美一致认同跨大西洋合作应对中国的重要性，继而扯上中立关系问题。布林肯老调重弹称，中国对立陶宛搞所谓经济胁迫，声称美国将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友与伙伴合作，通过确保供应链多元化，对抗任何形式的经济胁迫。而贝尔伯克则回应称，身为欧洲人，我们应团结地和立陶宛站在一起。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同一天还与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通电话，表示美国会通过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在中国对立陶宛搞所谓经济胁迫时给予支持。针对美国和立陶宛同意加强合作，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回应表示，提到胁迫这个词，美国反复的涉疆谣言造谣生事，强迫跨国企业选边站队，这才是真正的胁迫外交。
美方一再为立方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言行帮腔，试图拼凑纵容台独势力的小圈子，这进一步暴露了美方以台制华的图谋，只会破坏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政府在立陶宛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多次在与他国通话时谈及此事，但事实上，在真正采取行动时，美国政府却远没有自己高谈阔论时的行动力。在立陶宛失去中国市场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时，美国政府大部分时间只是给予了言语上的支持。瑙塞达的表态，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的支持、欧盟的支持包括各方的支持。越来越变得空头支票，就是大家只有口头的支持，但是没有实际的支持。那么立陶宛的损失谁来弥补？但仗着有美国撑腰，立陶宛仍旧执迷不悟，负隅顽抗。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周三发消息称，立方已准备好相关文件，希望欧盟委员会基于这些材料，以中国对立陶宛企业家施压为理由，向世贸组织法庭提起诉讼。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月曾回应表示，中方一贯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个别媒体炒作中方将立陶宛从报关系统中清除，暂停立自华进口贸易许可，施压跨国企业不得使用立陶宛生产的部件等消息均不属实。如果个别产品输华遇到技术问题，企业可通过正常渠道向中方主管部门反映。赵立坚指出，立陶宛所作所为不仅严重破坏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严重破坏了双方开展互利务实合作的氛围。立陶宛对华经贸合作出现困难，必须要从自身寻找原因。美国需要找一些棋子来搅乱中国，来干扰中国。那么这个时候，立陶宛它和美国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尤其对美国的安全需求是巨大的，价值观又是很紧密的，又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在美国的摆布下，它走上了这个对抗中国的前线。但是现在该立陶宛进行反思的时候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公开表示，以台湾的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个错误，手下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跟他协商过，您是如何看？中国有句俗话叫“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其实，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的非官方商务文化往来，从来没有加以干涉。然而，立方有些人偏偏是要本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强出风头，设立了一个已经被事实证明了损人而不利己，既伤害中国大陆的国家主权，又伤害中立关系、伤害立陶宛经济的所谓台湾代表处。我认为这背后至少反映出了3大问题。其一是台湾与台北二者之间虽然只差一个字，但背后的政治含义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一字之差，既可以引发中立两国的外交战与经贸战，也有可能会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台海军事冲突。美国与欧盟议会早前都通过了将台北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的议案，但两方的政府最终都不敢把这件事情兑现。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此举意味着什么。其二，它说明立方有些人对于当前的国际大趋势，尤其是中美博弈的大形势认识的不够深刻，以至于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别人手上的过河卒子。要知道，美方正是因为不敢在台湾问题上公然跟中国破局，才会找到立陶宛这个代理人的。同时在这件事情上，立陶宛不仅被美国利用了，也被蔡英文当局利用了。这个也就说明立方有些人在外交方面的智商的确是令人担忧的。其三，我认为这背后还反映出了立方的宪政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立陶宛宪法规定，总理负责推动国家内政、经济与外交、国防等大政方针，但与此同时，总统又负责监督外交政策，并代表国家参加欧盟等国际会议。这就导致了外交政策不知道由谁说了才算的这么一种现象。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奇葩的现象：立陶宛总统说设立台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而外长则公开顶撞说这事不仅做得对，而且要坚定不移。要是换在其他国家，这种犯上作乱的外长早就卷铺盖走路了。